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战锤公民，我是阿叶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包裹是 Joy Toy 战锤 30K 午夜领主穿戴冥府型终结者盔甲的执政官。这系列备受争议的模型，到底是能镇住场面的暗夜主宰，还是又一次的品管翻车？让我们一探究竟。在战锤 30K 荷鲁斯之乱的血腥岁月中，第8军团午夜领主在基因原体康拉德科兹的带领下，将恐惧锻造成最致命的武器。身为军团高阶指挥的执政官，身穿当时极为先进的冥府型终结者盔甲，兼具顶级防护力与优异灵敏度，搭配盔甲上挂满的骷髅与人皮战利品，对他们而言，战争不只是杀戮，更是一场关于绝望的艺术表演。当你打开盒子，除了本体之外，随盒配件包含裸头头雕、巨大的诺斯特拉链锯长戟、骷髅挂饰以及3只可替换的手型。高度部分，官方头高为 14.2 公分，但实际量测至最高点接近20公分，与其他素体放在一起，体型明显大上一圈。先来看看头雕，裸头精准还原了常年幽居暗处的苍白肤色与左眼机械义眼，表情生动。头盔板则透过细长的红光眼罩，传递出窒息般的压迫感。可动方面，虽然头部深埋在厚重护颈内，但表现相当出色。左右转动逼近90度，上下扬幅也有近25度的空间，非常方便微调视线。胸甲的高耸护颈雕有军团战徽，胸前横跨着大量的骷髅骨串与头颅残肢，配件的骷髅挂饰可扣在胸前挂钩上，配合细致刻画与些许写字，完美展现午夜领主的恐怖美学。装甲上方耸立着3根带刺战利品架，刺穿着骷髅与断手，材质偏软，不必担心折断。转到背面，机械结构与散热口刻画利落，右侧延伸出一条连接手臂的金属弹链，分量感十足。可惜背甲上绘制的闪电特效质感偏向立可白涂鸦，双背采不对称设计，肩甲前方都各有一圆形闪电装饰。左肩甲有硕大的血红翅膀与骷髅徽章，左臂后方连接软管，右肩甲覆盖着血质人皮饰品，四周铆钉营造出真实的拉扯感。右手则搭载了涂有黄黑警告条纹的福尔基特爆燃枪。可动性方面，左手可360度旋转，但巨大肩甲会卡到腰甲与侧胸。右手受限于弹链无法大回旋，但抬升与后仰幅度依然惊人，整体可动干涉在可接受范围内。但这里有2个明显的扣分项。第一点是握拳手型配有银色背甲与软管，但替换成握持手型时，这些细节竟然直接消失了。第二点是爆燃枪枪口完全没有开孔，直接用黑色塑料封死，真的非常偷懒。武器还有这把巨大的诺斯特拉链锯长戟，整体采生铁灰涂装，刃部锯齿感强烈，握柄处饰有编织纹理，细节精致。搭配右手的爆燃枪，摆出战斗姿态时的视觉张力非常强大。来到下摆的部分，腰部中央垂挂着骷髅骸骨，下方的板甲连接着红色挡布，两边还有非常软的骨头装饰。左右侧外围配有额外的防护护甲，受限于护甲干涉无法360度旋转，但左右仍有近90度的转幅，上下俯仰15度，足以应付多数摆拍需求。双腿采不对称设计，左腿前方与右腿后方都涂有立可白闪电特效，右小腿多了尖刺铆钉。至于腿部的可动性极佳，前后左右开合几乎都能做到接近劈腿的角度，大腿旋转灵活，膝关节弯曲可达90度，脚掌关节更支援四方贴地，站立非常扎实。总的来说，这款执政官让我感到非常可惜。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模型整体的霸气外观，与体型比例拿捏得非常平衡。
武器造型凶狠，身上缠枝人皮的字体与写字也是一次大胆的尝试，但是缺点却完全掩盖了优势。最大的败笔就在于糟糕的涂装，过深的底色与 GW 官方标准配色相去甚远。就算退一万步，撇开色差不谈，完全缺失的边缘高光与字洗，也让原本优异的模型细节全部变得非常平面，糊成一团。再加上粗糙的立可白随手涂鸦的闪电，彻底浪费了帅气的造型。如果你具备笔图重涂能力，愿意自行补高光、修饰闪电，并做个自洗，凭借着其优秀的骨架与雕刻，这款依然值得入手。但如果你希望开箱即有官图等级的质感，除非是午夜领主的粉丝，不然一律都建议先再观望，免得被平淡无奇的涂装浇熄了热情。荧幕前有午夜领主的粉丝吗？大家有入手这款模型吗？你们对这次的涂装表现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区一起讨论。以上就是 Joy Toy 战锤 30K 午夜领主穿搭冥府行终结者执政官的分享啦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别忘了帮我按赞、订阅频道，并把影片分享给同样热爱战锤的朋友们。也欢迎各位战锤公民在留言区留下你对这款模型的看法。那我们下次战锤宇宙见，大家拜拜。